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关于一位上海金牌女导游嫁到台湾的经历。这位女导游叫小金，是我多年的闺蜜，也是上海旅游圈里出了名的金牌导游，能说会道，业务能力一流，年年拿奖，简直就是导游界的扛把子。小金从小就有一股子傲气，这也难怪。在上海这种国际大都市长大的孩子，眼界自然不一样。他常说，看过大世面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怯场。作为上海本地导游，他带过无数国内外游客游览上海的大街小巷，对自己的专业水平那叫一个自信满满。缘分这东西真的是妙不可言。就在3年前，小金在带一个台湾旅行团的时候，认识了她现在的老公阿正。阿正是台中人，来上海是出差顺便旅游，被小金的专业素养和灵动气质吸引，愣是多留了1周，就为了追她。丽姐，你是不知道，那个台湾男人太执着了。小金当时跟我说，他居然每天都在我带团的地方等我，手里拿着一杯珍珠奶茶，说是要让我尝尝正宗的台湾味道。经过半年的异地恋，小金和阿正决定结婚。婚后，阿正希望小金能搬到台中和他一起生活。对于这个决定，小金其实挺纠结的。丽姐，说实话，我当时真的很担心去台湾生活。小金跟我坦言，你知道的，我们平时在网上看到的台湾旅游业，感觉就是路不平，车太旧，设施陈旧，好像哪儿都比不上大陆发展的快。我心里还暗暗想，嫁过去后，说不定能用我的专业知识帮他们提升一下旅游服务水平呢。当时我听了差点笑出声，这孩子心里还真是带着一种救援的心态，准备嫁到台湾啊。但我也理解，毕竟在大陆这边，我们看到的台湾形象常常是通过某些片面的新闻和社交媒体传播出来的。小金带着这种救援者的心态，收拾好行李，告别了上海的高楼大厦，飞往了台湾。他原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个设施落后、服务粗糙的旅游市场，却没想到当地的观光产业给了他当头一棒。丽姐，我真的想哭。小金落地台湾后，第3天就给我打来视频电话，表情又是惊讶又是感动。我太傲慢了，我们对台湾的旅游业完全有误解啊！原来阿正的家人为了欢迎小金，特意安排了一次环岛旅行，让他能够全面了解台湾。这一趟旅行彻底颠覆了小金的认知。首先是导游的专业素养，小金作为资深导游，对台湾导游抱着指导的心态，结果发现人家的水平简直可以用经验来形容。那位领导游年纪比我大10多岁，知识储备丰富的让我汗颜。小金说，不仅能讲述每个景点的历史文化背景，还能融入文学、艺术、地质学等多学科知识，将枯燥的信息讲得生动有趣。最厉害的是，他对每个小吃店的老板都熟悉，能讲出一段段温暖的人情故事，让整个旅程充满人文关怀。小金坦言，在大陆带团时，他更注重效率和信息量，很少有空闲去深入了解每个景点背后的小故事。而台湾导游则将旅游变成了一场文化之旅和情感体验。那个老领导游跟我说了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小金眼睛湿润地说，他说，导游不只是带路的人，更是文化的传递者和情感的连接者。我们不仅要让游客看到美景，更要让他们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温度。听到这话，我惭愧的无地自容。旅游路线的规划也让小金大开眼界。在大陆，旅游路线通常以打卡网红景点为主，争取在有限时间内看更多地方。而台湾的旅行则讲究深度体验，一个景点可能安排半天甚至1整天，让游客真正沉浸其中。我们去了一个小渔村，竟然在那里待了1整天。小金说，上午跟着渔民出海，中午自己做海鲜餐，下午参观古早的渔具博物馆，晚上还参加了篝火晚会。这种深度体验是我在大陆带团时想都不敢想的。大陆讲究效率，一天至少要打卡3、4个景点才觉得值回票价。接着是服务态度，台湾的服务业以热情著称，这点小金亲身体验到了。丽姐，我跟你说，台湾的服务人员笑起来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小金激动地告诉我，在一家小小的民宿，老板娘不仅帮我们提行李，还特意准备了热姜茶，
说是看我们从北部过来可能会着凉。这种贴心根本不是培训能教出来的，是骨子里的热情好客。小金还特别提到了台湾旅游业对细节的注重，从厕所的干净程度，到路边小摊位准备的免洗筷，再到景区的无障碍设施，处处体现着对游客的尊重和关怀。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山区景点，居然看到70、80岁的老奶奶推着轮椅的老伴也能轻松游览，因为那里修建了完善的无障碍设施。小金说，不仅有平缓的坡道，还有专门的休息区和厕所，甚至连说明牌都做了盲文版。这种对老弱群体的关怀真的让我感动。小金告诉我，台湾的旅游业并非如大陆媒体报道的那样落后，反而在很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比如在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等领域有着深厚积累，对游客体验的重视程度和人文关怀的深度，都让他这个上海金牌导游自愧不如。丽姐，我现在才明白，旅游不只是看景点、拍照片，更是一种心灵的交流和文化的碰撞。小金感慨道，我以前带团总是追求效率，想着如何在有限时间内带游客看更多的景点，却忽略了旅行本身应该是一种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过程。台湾的交通设施虽然不似大陆那般崭新宏大，但小金发现那里的公共交通系统却非常便民有效。台北的捷运虽然比不上上海地铁那么豪华现代，但是准点率和服务态度绝对一流。小金说，最让我震惊的是，就算是偏远山区，也有完善的公交系统，而且司机师傅都特别有耐心，看到老人家上车会特意等他们坐稳了才开车。在饮食方面，台湾的夜市文化和小吃更是令小金赞不绝口。我之前总觉得夜市就是又脏又乱的地方，没想到台湾的夜市不仅干净整洁，每家店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历史，老板还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半天自家的招牌小吃是怎么一代代传下来的。有一次我们去逢甲夜市排队买大肠包小肠，前面的阿伯买完后发现少了找零，老板娘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追出去老远把钱还给人家。这种诚信经营的态度真的让我很感动。小金在台湾的经历让他开始反思自己作为导游的初心和使命。他意识到，一个好的导游不仅要能够介绍景点，更要能够传递文化，连接人心。在台湾生活了3个月后，小金决定重返职场，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在台湾的旅游行业寻找机会。我可不想当什么家庭主妇，我要让台湾人见识见识上海金牌导游的实力。小金信心满满地告诉我。然而，现实再次给了他当头一棒。丽姐，我真是太天真了。小金苦笑着说，我以为凭借我在上海的经验和资历，在台湾找份导游工作会很容易，结果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台湾的旅游文化和运作模式，差点连面试都过不了关。原来，台湾的导游资格考试不仅要求应试者熟悉台湾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还特别注重对原住民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小金虽然业务能力强，但对台湾的多元文化了解有限，第一次面试就碰了壁。那个面试官问我如何向外国游客介绍台湾原住民文化的独特性，我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太尴尬了。小金说，后来才知道，台湾有16个原住民族，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服饰和文化传统。在大陆，我们很少深入了解这些内容。不甘心的小金决定从头学起，他报名参加了台湾导游培训课程，开始系统学习台湾的历史文化和旅游知识。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台湾的旅游教育体系与大陆有很大不同。大陆的导游培训更注重实用技能和规范话术，比如如何高效带团、如何规避风险等。小金分析到，而台湾的导游培训则更强调文化内涵和服务理念，甚至还有专门的课程教导如何与不同性格的游客沟通交流，如何照顾老人和孩子的特殊需求。小金还发现，台湾的导游行业特别重视生态保护和可持续旅游的理念。有一次课上，老师讲述了一个案例，一个偏远山区因为旅游业发展而经济好转，但同时也面临生态破坏的风险。讨论环节中，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出各种平衡发展和保护的方案，那种对自然和文化的珍视态度，
真的让我很受触动。小金在学习中最大的收获是重新认识了慢旅行的价值。在大陆，我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导游的价值往往体现在能让游客在最短时间内看到最多景点。小金感慨道，但在台湾，导游的价值在于能让游客真正沉浸在旅行体验中，感受当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这种慢不是效率低下，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文化选择。经过半年的学习和努力，小金终于拿到了台湾的导游证。他开始在一家专门接待大陆游客的旅行社工作，利用自己熟悉大陆市场的优势，为台湾旅游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刚开始带团的时候，我还是习惯用大陆导游的方式，恨不得一天带游客跑遍半个台湾。小金笑着说，结果有一次，一位台湾同事悄悄跟我说，小金啊，你这样带团，游客看到的只是台湾的表面，感受不到台湾的心跳啊。这句话让我茅塞顿开。从那以后，小金开始调整自己的导游风格，尝试将大陆和台湾导游的优点结合起来。他既保留了大陆导游高效率、组织能力强的特点，又融入了台湾导游注重文化体验、人文关怀的理念。有一次，我带了一个上海来的团，按照台湾的慢旅行理念设计了行程。原本担心游客会嫌太慢，结果大家反馈出奇的好。小金兴奋地说，一位阿姨告诉我，这是她体验过的最舒服的旅行，不赶路，不催促，真正感受到了旅行的意义。小金的创新工作方式很快得到了认可，他成为了旅行社里专门负责接待大陆高端团的金牌导游。我现在带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的看景点，而是会安排游客与当地人深度交流，比如一起包水饺、学习客家擂茶、参与原住民的传统歌舞活动等。通过工作实践，小金对台湾和大陆旅游业的差异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大陆的旅游业发展速度确实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高铁网络发达，5星级酒店林立，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优势。小金分析道，但台湾旅游业的魅力在于其人文情怀和对细节的执着追求。比如，一个小小的民宿可能设施不那么豪华，但老板会亲自做早餐，还会贴心准备雨伞和防蚊液。一个街边小摊可能看起来不起眼，但老板能讲出食材的来源和制作的故事，这种温度是快速发展中容易被忽略的。在服务心态上，小金发现两地也存在明显差异。大陆的服务业更强调标准化和规范化，服务员都受过专业培训，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小金说，而台湾的服务则更看重真诚互动和个性化体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但处处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台湾观光业对细节的重视也让小金印象深刻，从路边的指示牌到景区的厕所，从餐厅的餐具到酒店的床单，每一个小细节都体现着对游客的尊重。小金举例说，有一次我去垦丁的一个小沙滩，发现沙滩边上专门设置了冲脚设施和换衣间，还有志工大叔专门负责打扫和维护，保持环境整洁。这种对细节的坚持真的很难得。在旅游产品设计方面，台湾的多元化和创新性也给小金留下了深刻印象。台湾的旅游产品非常丰富，从文化体验到美食之旅，从生态探索到创意市集，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小金说，而且很多旅游项目都融入了环保理念和社区参与，比如农村民宿会组织游客参与农事活动，了解有机种植；原住民部落会邀请游客参与传统手工艺创作，传承文化技艺。随着在台湾生活和工作时间的延长，小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旅游业的发展不应该只追求规模和速度，更应该注重品质和内涵。丽姐，你知道台湾有个词叫小确幸吗？小金问我，就是生活中那些微小但确实的幸福感。我觉得台湾的旅游业就是在创造这样的小确幸，让游客在旅途中感受到温暖和惊喜。现在，小金已经完全融入了台湾的生活，他不再用救援者的心态看待台湾，而是怀着学习者的心态，汲取台湾旅游业的精髓，同时也将大陆旅游业的优势带到台湾。我现在的梦想是做一座桥梁，连接两岸的旅游文化。小金告诉我，大陆的高效率和系统化管理，
台湾的人文关怀和细节执着，如果能够结合起来，那将是最完美的旅游体验。小金的故事让我深受启发。其实，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旅游业的本质都是让人们通过旅行感受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获得身心的放松和成长。两地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重要的是能够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丽姐，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不要先入为主的带着某种偏见看待一个地方。小金最后对我说，旅行的意义就在于打破偏见，发现不同，尊重差异。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有值得对方学习的地方，关键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听完小金的故事，我不禁感慨，爱情让他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专业让他发现了这个地方的美好。或许这就是跨越地域文化差异的最好方式，带着爱和专业，用心去感受，用行动去融合。这个上海金牌女导游带着救援心态嫁到台湾，却发现自己才是被救援的那个人。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往往来自于对自我认知的突破和重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台湾旅行，不妨放慢脚步，细细品味那里的人文风情。如果你们是台湾朋友来到大陆，也请欣赏我们这里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无论是在爱情还是旅游中，都能找到共同的语言和情感。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丽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